为了救出被困在张家鼓楼的张起灵，吴邪和胖子解开了各种复杂的机关，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张家鼓楼。这座埋在地下的鼓楼，虽然满是灰尘，但总体结构还算保持完好，只是里面挂满了无数木盒子。吴邪注意到地上有许多乱七八糟的脚印，头顶的柱子布满了射入的弩箭，旁边的爪印深入木头1/3，显然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战斗。但吴邪的注意力被墙上4个小孔吸引，看来霍家人一进来就遭遇了密蚱驼。这种怪物比密骆驼还要难缠，攻击速度极快，两掌生有锋利的爪子。虽然霍家人都装备了弩箭，但还是被擅长飞檐走壁的密蚱驼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关键时刻，幸好小哥及时赶到，一记回旋踢将密蚱驼踢入木楼。当2个霍家人想要追击时，小哥却察觉到了异常。小哥正要催促他们快点撤离，那2个霍家人就被密蚱驼拉进了里面。幸好小哥反应迅速，立刻将他们拉了出来，并用力一踢将紧追的密蚱驼踢飞。可惜楼上的一个霍家人没抓稳掉了下来，可密蚱驼没死，反而推着一根木头冲过来，趁机溜了，打算一会儿偷袭。小哥一脚把木头调转了方向，然后踩着木头跟了上去，凭借着张家人的绝技，硬是追上了密蚱驼。密蚱驼靠手掌的力量停下来反击，小哥不客气了，直接用千斤压锁住密蚱驼的头，旋转一圈之后，密蚱驼被彻底解决。小哥这才收刀离开。吴邪在地上发现了密蚱驼融化的液体，吴邪根据自己的判断，发现小哥已经受伤，于是2人迅速跟着脚步寻找，却在一个怪异的窗户前发现脚步痕迹消失了。吴邪用小刀打开了窗户，发现里面放满了卷轴和书籍。胖子发射了一枚照明弹，2人这才看清张家鼓楼的内部结构。正当他们准备继续寻找时，胖子突然闻到烧焦味，原来是照明弹引起的大火，如果不快点扑灭，2人可能都要被埋在这里。吴邪正在责怪胖子，旁边被火烧到的建筑物掉下来一具尸体，从这人的装扮看，应该是跟小哥一起进来的。担心小哥的吴邪就准备上去。胖子虽然无所畏惧，但上面的情景还是震惊了他。狭小的空间内满是尸体，从他们小刀上的锈迹判断，显然是遭遇了强酸或强碱的攻击。这是一种无差别的化学攻击。在角落里堆满衣服的地方，他们发现了昏迷的小哥。原来小哥通过放血降低心率成功存活。不过他们刚离开小哥就去了长白山。小哥透露青铜门内部有问题，趁吴邪昏迷时，小哥留下一串珠子进入了青铜门。小哥其实是去守护青铜门，因此吴邪打算用10年时间查明小哥的身世，而小哥留下的珠子成了吴邪唯一的线索。但秀秀在珠子上发现了些什么？珠子上的蝎子图案和马鞍村的蝎子废墟有何关系？这片地下废墟连你们祖坟的棺材都吞噬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这片废墟还活着？如果你挖掘那里的深处，会发现所有罐子都被吸附在这片废墟的外墙上，好像被什么吸引了似的。吴邪最初在张起灵留下的珠子上发现了一个奇异的蝎子图案，吴邪觉得这可能是把打开张起灵身世之谜的钥匙，于是让小花在世界各地寻找答案。结果迎来了一个意外的人。不出所料，金万堂又来发布任务了。他一开口就说这珠子和张起灵有关，因为金万堂发现了一颗完全相同的珠子，据说是一个姓马的财主的后代，殷家道中落拿出来卖。金万堂的线人觉得珠子不错，便想让金万堂推荐一下，抬高价位。这是因为金万堂读了马家祖辈的回忆录，结果他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关于张起灵的故事。张起灵带着马家人到了后山高处，这才发现所有枯萎的植被连成一片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蝎子图案。据张起灵所说，这个巨大的蝎子图案下隐藏着一座建成蝎子形状的城镇，这座城镇多年前被泥石流掩埋，变成了废墟。但这座城镇在建设时忽略了一种防御机制，一旦有人靠近，就会触发机关释放毒气，这些花草也因此被毒死。小哥指着一个地方说，不信的话可以去那儿挖挖看，因为所有的棺材都埋在那片地下的外墙边，似乎被什么吸引了一样。几个月后，这一带将一草不生。小哥说，他曾在那儿看到过马家的棺材，然后他让马平川在1小时内准备好必须的物资，带上一把6斤重的短刀，并嘱咐马平川在这区域边缘用5丈长的竹竿往土里灌石灰，封住废墟的几个通道。如果7天后我还没回来，麻烦把这封信送回我家。7天后，马平川没等到小哥回来，他就把信送了出去。结果信送到了一座大宅院，但那儿已经无人居住。马平川挖遍了整座山，却没找到蝎子废墟，反而挖出了很多蝎子猪的旧物。马平川于是全家搬到境外的德家。前几天金万堂的线人传来消息，马家正以低价抛售许多旧物。吴邪虽然答应了和金万堂一起去，但金万堂去拿证件时，吴邪独自飞往德家，结果发现马家已经搬空。从买下马家古董的老板那儿得知，马家已经搬到了莫桑。吴邪刚到莫桑，在邮局寄东西时，在墙上发现了一幅油画，画里的少年正是张起灵。老板说，画中的地方是吉拉修行场。从那一刻起，吴邪又一次走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迷局。为了解开这些谜团，吴邪的他找到了
莫桑雪山上的吉拉修行场的于达，原来于达小时候在修行场外见过张起灵，那时张起灵已经有了记忆丧失，所以他请于达带他逐一查看修行场的每个房间。在一个堆满卷轴的房间里，张起灵发现了一具尸体。事后于达查看了修行场的资料，却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：修行场建成后，每一代修行者中总有一个叫德人的，会选出一个名叫德人的继承人。张起灵找到的那具尸体正是最后一任德人。之后张起灵和于达一起拼凑出了一些碎片般的记忆，原来张起灵患有一种遗忘症，所以多年前张起灵和最后一任德人约定了一件事，不久后张起灵将从雪山深处带出一个巨大的秘密，但他出来时很可能开始忘记这些秘密，所以张起灵需要德人帮他整理这些杂乱的思绪。但等张起灵从雪山回来时，最后一任德人已经去世。张起灵担心自己将来会忘记所有记忆，于是让于达暂时代替德人的角色，并把自己去雪山的原因告诉了于达。于达说他记不清了，但于达把情况告诉了吴邪。张起灵的记忆卷轴都放在房间里，吴邪在卷轴上发现了蝎子废墟的秘密。原来张家是一个历史悠久庞大的家族，他们的年轻一代必须经历野外的试炼，不仅要扶正除恶，还得找到一把合适的兵器。兵器等级越高，家族中的地位也就越高。不幸的是，他们这组人没能找到合适的兵器，反而遭遇了一群盲目的土匪。土匪正准备处决张海信时，张海克突然出手打败了土匪。大家都认为张海克是为了救妹妹张海信，实际上张海克有他的理由。之后张起灵和张海克一起击退了增援的土匪。张起灵从土匪身上找到了一张地图，张海克急忙上前和张起灵打招呼。原来张海克希望张起灵能利用家族的力量帮他们寻找更好的兵器。张起灵提到了马鞍村地下的一个地方，但他觉得那里极其危险。张家人去东北前曾在马鞍村下面建立了一个堡垒，里面藏有大量兵器和秘籍，许多高手都试图进去，但都失败了，最后都被里面的机关杀死。直到几年前，一场泥石流掩埋了那里，但在寻找入口时，大家发现这场泥石流背后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，因为发现了一条精心挖掘的密道。可张起灵却意外发现了一些线索，这里的墙壁透露着一种诡异感。张念还以为是张起灵感到了害怕。经过一番周折，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地洞，地洞的底部直通张家堡。奇怪的是，这里的房间竟然是倒置的，虽然周围散布着许多兵器，但他们发现这些兵器的质量都很一般，地上还有一些死因不明的尸体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正着的铜马出现了，从铜马身上的破洞中发现了许多相连的丝线，显然这是房间里的防御机关。张海信和张念各自在上方搭建了一座钢丝桥。张海克刚要上桥，发现张起灵已经一步跑上了桥。原来张起灵明白这机关难以解决。张起灵稳定身形后，拿出了一瓶液体，滴在土马的背上，立刻腐蚀出了一个缺口，里面不仅有大量细小的丝线，底部还有一个放着珠子的托盘。拆解这种机关，需要把丝线底部的珠子全部取出，任何震动都可能引发问题。珠子一碰到周围的丝线，就会触发相应的机关。这种复合型机关连续出现，完全无法找到规律。不幸的是，他们遇到了一种上百根丝线的变种机关。小哥继续用手中的工具慢慢向下伸进机关中，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。小哥一举取出了所有珠子，然后慢慢抽了出来。等小哥回到地面时，房间的一个角落突然打开了一个隐藏的地洞。张海科立刻意识到，他们可能是无意中来到了张家堡的核心区域，因为只有在最核心的区域才会有这种高级的机关。地洞下面可能藏有兵器和秘籍，于是他们顺着地洞滑了下去。下面的墓道中竟然有一堵被堵上的砖墙，砖墙中间还镶着一块砖，地上的砖块上刻有张家的独门绝技。但为什么张家人抽出了一块砖，又放弃了打开砖墙的念头呢？小哥随手扔了个火折子进去，但火折子一进去就熄灭了。现在只能伸手进去探探情况，为防万一他们架起了马腿锏，一旦出事就准备切断手臂，以减少伤害。张海信却摸到了一具干尸，干尸身上还有伤口，并且从干尸身上摸出了一件物品，上面还有张家的麒麟图案。但小哥的记忆卷轴突然中断。吴邪想问于达后面的内容在哪里，于达却说丢失了，如果找到了会立即送给吴邪。就在吴邪去吃饭的时候，发现原本空荡的修行场已经人山人海。据吴邪的向导说，这些人每年这时都会去雪山深处拍雪景，但像现在这样大批量的还是第一次。吴邪感觉事有蹊跷，于是给胖子打了电话。胖子一听就明白吴邪被算计了，吴邪找的马家很可能是个陷阱，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巧合。胖子提醒吴邪必须假装一无所知，因为一旦露出知道对方计划的样子，对方可能就会启动备用计划，随时可能失去自由。所以胖子决定立刻从巴乃赶来。当吴邪再次去看那幅油画时，却发现之前的老板是冒牌的，是有人故意用一幅山水画来突出那幅油画，让自己能够发现他。随后吴邪开始频繁搭讪，同时在修行场布置了陷阱。等到第二天凌晨，他悄悄地去检查，果然发现自己被监视。吴邪通过这些痕迹发现，
监视他的人都姓张。吴邪刚想告诉胖子，却发现胖子联系不上了，只是外面传来熟悉的歌声。两人通过暗号约在歌房街头见面。原来胖子早就察觉到自己被监听，所以几天前就来到这里，一直跟在吴邪身后。他发现吴邪身后有好几批人跟踪，但这些人暂时没有对吴邪不利的意图，所以胖子给了吴邪一个窃听器。两人决定继续演下去，但吴邪一出来就被雨淋湿上了山。原来是在雪山深处又遇到了一个灰袍的吴邪。不巧的是，两人还被张家人包围了。原来其中一个人20年前就用过特殊仪器测过血，戴上了人皮面具。为了找到真正的吴邪，张家人拿出了7个吴邪的头颅，开始测试。测试就是仔细观察这些头颅，说出哪个最像你自己。如果时间到了你还没选，就当你自动放弃了，到时你就成了第8个假吴邪。吴邪没有任何拒绝的意思，还装出在认真分析的样子。但吴邪已经打算逃跑了，毕竟他也不是没冒过名，可惜他跑得太慢，轻易就被抓回来了。但吴邪始终不信这群人，毕竟张起灵已经守青铜门5年了，他不可能会给自己任务。可张家人却拿出一盘录像带，原来张起灵在去守青铜门前来过这里。那时的张起灵已知道5年后有件重要事要处理，但张起灵还是决定去，决定帮吴邪守青铜门。大家都认为张起灵是唯一的选择，可张起灵觉得会有人来帮他完成这件事，而吴邪是唯一和张起灵相处过的人。此刻的吴邪也不再提条件，因为兄弟的托付胜过一切。之后张家人又拿出一幅画像，原来在莫桑雪山的深处有个隐藏的杀手部落。这个部落流传着一个传说，据说1000年前雪山深处曾有许多部落，还有个名叫夜王的怪物。夜王据说拥有1000双眼睛，是统治阴间的神，能够窥视一切，无所不在。但每隔80年的10头年，在部落立禄枯日的最后一天，天空会出现金色雨滴，雪山深处的夜王便会觉醒，开始对雪地中的生灵进行屠杀。一些部落派出勇士反抗，但都因为夜王的隐形能力而全军覆没。愤怒的夜王把所有反抗的部落都拖入了冰层之下，从此杳无音信。与夜王同时出现的夜晚，隐藏在浓密的云层之中。一旦夜王现世，天空会雷鸣电闪，整个天空仿佛被吞噬。由于当时的文字表达很晦涩，所以夜王的10天被解释为一种神秘生物灾害的代名词。在对抗夜王的过程中，隐杀部落损失惨重，直到80年前张起灵击败了夜王，并将其尸体封印在一扇巨大的门后。但夜王每80年会自动复活一次，因此吴邪是张起灵挑选的对抗夜王的人选。最近张家突然收到隐杀部落的求救信，之后隐杀部落就消失了。但吴邪认为这一切都是天方夜谭，因为小哥不可能给自己这样的任务。如果吴邪不同意，他们就会烧毁整个修行场，把小哥的所有记忆都抹掉。无奈之下，吴邪只能配合他们。原来张起灵在德家藏了一样东西，这东西没人能轻易找到，但吴邪在和张起灵相处的3年里，一定留下了找到这东西的线索。天杖不仅是张家族长的用品，还是对抗夜王的关键武器，但他们对天杖的使用方式一无所知，不知如何用天杖对付夜王。张家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吴邪找到天杖，并安全将吴邪送到雪山深处。吴邪决定先和朋友们商量，岂料张海信立刻提出要测试吴邪的朋友。吴邪他们等了好几个小时，张海信却迟迟不回。张海科也不愿多言，因为张海信的身手在众人中也是顶尖的。果然不久，张海信抓回来了一个人。张海信感觉这样的朋友对夜王计划无用，尽管这人和胖子极其相似，但吴邪始终不信胖子会这样轻易被抓，于是让张家人揭开头套。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张海信抓到了大胡子，张海信开始追问，为何大胡子会出现在吴邪朋友的房间里？岂料惊慌失措的大胡子竟然说出了一口生硬的外语，直接让审问的张海信听傻了。听到这消息，吴邪却是高兴坏了，马上开始给张海信介绍他的朋友。吴邪开玩笑说只有自大的人才能中奖。张海信一听说是胖子，就觉得这次肯定没戏了，毕竟胖子这些年来百折不挠，名声远扬。张海科赶紧叮嘱大家要机警些，以防被跟踪来的胖子一网打尽。这时吴邪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接着几个冒烟的东西被扔进房间，大家除了躲闪就是开窗。心惊胆战之后，才发现原来只是虚惊一场。接着一道明显的红外线就照在了张海信的头上。除了吴邪之外，没人预料到那个说着蹩脚外语的大胡子竟是狡猾的王胖子。原来所谓的红外线瞄准只是胖子用棒棒糖换来的增援，但胖子很快就开始发飙。胖子随后当众展示了他的手段，他一直通过吴邪身上的监听器观察这里的每一个动作，尤其是张海信，让胖子忍耐了很久。之后胖子要求重新谈判所有条件，张海克还想倚仗势力压人，但胖子让吴邪拿出手机重拨那个陌生电话，结果整个张家族都成了靶子。眼看胖子大摇大摆准备离场，以为他又用老招张海信准备出手，突然迎来一阵密集的枪火。让胖子没想到的是，这些过来的家伙竟然连他们也不放过。趁张家人忙于应对时，两人赶紧逃了出去。
张海信在房间里扔出一个飞刀，立刻挡住了外面枪手的视线，这才得到了喘息的机会。胖子和吴邪冲进房间时，发现和胖子合作的老外已经等了很久。原来上次胖子和吴邪在 KTV 后，胖子就被一群老外请出去了。事后才知道，他们是收购了裘德考公司的冯老板。冯老板想拉吴邪一起进入雪山深处，因为冯老板的目的是研究古生物夜王的起源。在交谈中，外面的枪声终于停了。冯老板觉得吴邪已经没得选择了，因为他确信张家族已经被灭了。胖子刚想出门查看情况，一名修行者的枪声差点打中他。胖子侥幸保命，立刻带着吴邪用出了绝招。修行者的袭击虽未成功，但也让他们摸不清这里的势力。于是两人带着修行者躲到了废弃房子。吴邪打算出去打探消息，不料无意中撞到了门上的铃铛。吴邪本以为会被发现，却意外发现整个修行场静悄悄的，原本火拼的地点一个人影也看不到，所有的陈设都恢复了原样，连破损的部分也不见了。感觉不对劲，两人赶紧带着修行者逃了出去。逃亡途中，山路上连一个脚印都没有，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修行者突然清醒告诫说：“我们快没命了。”修行者不理会胖子的怒骂，一边冲进屋里，一边急切地说他要来了，同时焦急地催促胖子和吴邪赶紧关好门窗。这下两人终于相信了修行者的话。修行者告诉他们只剩下30分钟，如果错过这个时间，他们都会死在这个地方。当第一缕阳光照射进来时，修行者急忙让两人解开他的绑绳，接着命令两人脱下衣服。只见修行者一脚踢翻火盆，拼命地用棉袄装了一大把火炭，然后递给他们，并告诉他们这些火炭是唯一的生机。话音刚落，大门就遭到了神秘的撞击，但外面突然又安静下来。几人正要去检查大门，后门的缝隙里突然飞进来一群飞虫，这些飞虫仿佛被操控一样，竟然解开了锁着的门栓。胖子本想追出去，但被飞虫的数量吓呆了。两人不断用包着火炭的棉袄拍打，结果发现越打飞虫越多。这时吴邪才意识到，这些飞虫都被热吸引。吴邪急忙让胖子扔掉手里的包裹，但吴邪的手背被虫子咬破了。奇怪的是，这些飞虫似乎害怕吴邪的血液，他们竟主动逃离。吴邪赶紧用匕首划破自己的手掌，这样才把围攻胖子的飞虫赶走，然后用一个竹筐将胖子围住，在竹筐上涂满了血液，拉着胖子准备逃下山去。但外面满是飞虫，无奈之下，两人只好又逃回房间。吴邪在房门上涂上了血液，希望这样能暂时避免被飞虫侵袭。没想到飞虫竟然开始堆积尸体，准备强行撞破门进来。吴邪和胖子只好从窗户逃出，逃到半路，发现修行者已被飞虫咬死。突然吴邪的血液似乎失效了，为了不被飞虫吞噬，两人只能拼命逃跑。最终饿着肚子的两人跑到了小哥的石像前，本打算在这里等死，但虫子们都飞走了。一开始以为是小哥的石像镇住了飞虫，但吴邪很快意识到是因为他们的体温降低，导致飞虫无法定位他们。但当吴邪站起来时，发现飞虫又开始向他冲过来，这让吴邪意识到这是一场幻觉。原来是张家人用6角铃铛给吴邪设置的第2次测试。因为冯老板手上有关于夜王的资料，还有寻找天杖所需的钥匙，所以张家人和冯老板决定开始谈合作。